I'm not the one who will die today. 欢迎收看不止游戏第85期，我是乔伊。这次我们又回到反恐一线，讲述彩虹6号围攻、余烬重燃行动中的真实背景。这次2名新干员，防守方为来自墨西哥特种部队的 Goyo， 进攻方来自秘鲁的 APCA 秘鲁考古文化保护者协会 Amaru。这次有不少玩家和观众说，这2个单位完全看不明白啊 ！Goyo 的部队在游戏中的简称为什么只叫特种部队？怎么不像别的 SIS、GIGN 等？都是些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特勤单位啊，是不是育碧敷衍了事儿？要不就是翻译的锅啊。虽然育碧有时候是会随意点儿，上次把 GIG2 的臂章给弄成皇家宪兵队的了，但这次别错怪人家。各有这名墨西哥干员来自的部队，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皇家、宪兵、空中战术等前缀，名字真的是墨西哥特种部队。对的，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在1986年，墨西哥在首都举办了第13届世界杯。为了避免这种举世瞩目的重大赛事出现当年的慕尼黑惨案，建立了一支不超过150人的快速干预部队，被称为蝙蝠特遣队，为比赛提供安全保障。这支小分队专门接受过 GIGN 的反恐战术训练，只由国防部长和总统指挥。比赛顺利闭幕了，但墨西哥嘛，大家都知道，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毒品战争和墨西哥反政府武装，到1990年6月1日的时候，以这支快速部队进行扩张，成立了 GIFE 特种部队空中机动组，臂章也沿用蝙蝠特遣队的元素。在此期间，他们一直与毒贩和游击队作战，并接受了美国和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反恐训练。游击队倒是被收拾了不少，但打击毒贩的效果并不明显，不少军警政府官员都被腐化或者被威胁。腐化到什么程度呢？91年的时候，有几名 GIFE 的士兵叛逃，加入了毒贩，并且建立了自己的走私渠道。而99年，甚至有34名 GIFE 士兵叛逃，接受了高薪诱惑，加入了武装分子，成为了犯罪头领的私人保镖。这些受过美国专业军事训练的士兵加入了犯罪组织，让墨西哥军方非常难堪，决定加大力度打击他们。直到2013年再次扩张，目前有3个旅，同时还有之前的蝙蝠特遣队、一个快反部队、一个伞兵部队。这一大幅度扩张就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有100-200人的精干部队了，动不动就是几千人的大规模作战。于是他们干脆就直接把名字改了，直接就是墨西哥特种部队，标志性元素便是绿色贝雷帽，以把之前的臂章再改下，改成突击直升机，其口号为一切为了墨西哥。现在能明白为什么够有的部队名字就一个特种部队了吧？目前墨西哥特种部队战绩一般，因为常年都在解决墨西哥国内那些乱摊子，再加上人少了打不赢，人多了管理又容易出问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目前要取得墨西哥毒品战争的胜利还任重道远。而另一名干员 Amari 的来历单位 APCA， 许多观众去查这个单位的来历，一点信息都没有。说实话，查得到才有鬼的。这个 APCA 秘鲁考古文化保护者协会，全称为……反正我念不来，是游戏中虚构的，由 Amaru 这名干员自己设立的准军事化反考古掠夺组织，说白了就是游戏中虚构的。结果某些营销号上次磨了个 GIG2 就给人家乱安排，这次依然不负责任，以讹传讹，网上瞎找了个简称一致的阿根廷海军陆战队旗下的2栖突击队 APCA， 就给人家安排了。南北韩的围剿好歹还有点关系，这个秘鲁变阿根廷，无论从游戏设定还是现实的历史渊源、地缘格局的因素来判断，就把人家一个土生土长的秘鲁人给弄到阿根廷军队服役了，动下脑子也想想不可能。更何况育碧也不可能这么做，全球有一点名气的特种部队就那么多，阿根廷的特种部队还留着以后出干员用呢。这支部队可是参加过英阿马岛战争的，到时候弄个新干员，还可以和同样参战的萨切尔弄点故事呢，怎么可能就这样浪费了？看过之前不止游戏3期的观众朋友就知道，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的历史背景。
尤其是印加充满了许多文化和文物古迹。然而这3个文明最后都被西班牙殖民者给灭了。印加帝国的疆土部分在如今的秘鲁，而阿马鲁这名干员便是早期西班牙殖民者的后代。他的曾祖父跟随一个英国探险家伯西弗赛特，在1925年为了寻找印加帝国的失落之城时失踪了。这里隐藏了一个彩蛋，这名英国探险家的名字伯西弗赛特刚好和前几年的一个电影《迷失 Z 城》，也就是讲述南美寻找失落之城的主角，时代背景、名字、国籍一模一样。剧情的结尾也是他们消失在丛林之中。阿马鲁的祖母为了寻找他的曾祖母，也失踪在丛林之中。因此阿马鲁为了寻找家族历史线索以及保护这些家人们付出一生的历史文化遗迹，从小在丛林中生活了近20年，甚至他一直坚信他的曾祖父有一天会从密林中回来，并且结识了小时候的沟友，一直作为一个大姐姐照顾着他。他对秘鲁的文化爱得深沉，于是为了防止文物被破坏，他先是加入了秘鲁警察，工作多年后发现当警察对文物的保护依然不够，于是辞职成为了自由考古学家，并且一直在和劳拉、德雷克等盗墓贼斗智斗勇。然而凭借他的个人力量无法打败那些盗墓贼们，如今他便自己设立了准军事化的文物保护组织，来纠集一群人对抗盗墓贼。这次2名干员新的武器皮肤，如果大家看过前3期美洲文明的节目，就很能理解这种诡异又酷炫的皮肤风格了。均是当时他们美洲文明所信仰的太阳神和羽蛇神，甚至枪上还有神明的雕刻。在沟友被招入彩虹小队后，为了能和他再次并肩作战，阿马鲁也选择加入了彩虹小队。上个赛季的节目中，我为大家提到过，新赛季可能会出现抓钩和火之类的道具，没想到全猜中了。抓钩枪在游戏中可以使用4次，8秒 CD， 只能向室外平层和上层位置发射抓钩，以及对室内已经被破坏的哈气板使用。这名干员预备给配置的主武器为一把机枪、一把霰弹枪，还不是新枪。有些玩家吼这武器太烂了，一个能快速突破的干员对防守方的威胁会特别大，只能依靠不配发步枪来限制平衡。预备靠武器的配置已经非常明确直白地告诉你这干员的玩法和用途。不要跟我说什么战术侦察、垂直进攻，就是一个字：冲！直接开局往敌人点内窗户射抓钩，玩起来跟抽奖一样精彩刺激。你永远不知道这次进窗会有什么等着你。中头奖突然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一下杀好几个；2等奖能极限1换1，还能给队友提供点点力情报。反正这干员每次起飞，怀着未知又紧张的心情，让我在腾空的那几秒，仿佛看到了宏伟山川、广袤的平原，以及队友那见到大佬突袭，一次杀敌数个的惊叹。阿马鲁的技能虽然10有8九都是这种情况，但总的来说技能利大于弊。如果能熟练地运用抓钩技能，瞬间的楼层突破让敌人难以防范，也会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战术部署。最大的作用是突破氦气板，瞬间改变上下楼层的位置非常有用，但必须得板子被破坏，还得找好特定角度，让这一垂直突破颇有限制，而龙泥板也无法突破。技能再酷炫，游戏本质上还是射击游戏，用于玩娱乐局还是很有意思。但如果走排位等正式模式，难以驾驭的武器，让不少玩家会慎重使用它。同时说下，它还附带一个抓钩强袭的技能，要是有敌人在窗后，可以直接秒掉它，还能获得额外的20点加分，甚至隔着机枪护盾也能一脚踹飞。不过这招只限于破窗，爬墙或突破氦气板是不触发的。另一名干员沟友在11岁的时候受墨西哥糟糕的治安和局势影响，家里遭到了爆炸袭击，失去了父亲和妹妹，而母亲也受了重伤。那时候阿马鲁就在照顾他，母亲一直教导他要做一个好人，避免加入毒品帮派。然而他告诉母亲，阿伟已经死了，你挑的吗，偶像？怀着失去家人的仇恨，他在母亲的教导下加入了墨西哥海军，之后加入2栖突击营。墨西哥的其他军警单位腐化严重，海军陆战队是墨西哥少有的还能有效打击毒贩的军事单位。之后沟友一路表现优异，加入了墨西哥特种部队。当他发现犯罪组织卡特尔的经济来源不单纯是毒品后，于是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刑警以及阿马鲁来打击卡特尔的文物贩卖，最后被彩虹小队收入麾下。沟友的火山盾让热切十分惊讶，终于又来一个和我一样不但能玩火，还能整出点爆炸的干员了。火山盾的加入让防守方的防守更加坚实，同时也更加脆弱。正面为防弹护盾，而背面则加装了充满可燃物的油桶。为了配合这名干员的技能，预备把所有的防弹护盾都改成了火山盾一个造型。从正面来看，非常难以辨别两者。
只有在非常近的距离，通过盾牌的缝隙来看到背后的油桶。火山盾可以被大锤、爆炸等手段破坏，但无法被电击小车以巴西队长的燃烧弩箭摧毁，并且火山盾还能通过电爪和电箱进行通电加固。由于纯物理结构 ，EMP 对其无效。只要不是防守方特别傻，被进攻方佯攻2下引爆火山盾，在没有装备破坏火山盾的情况下，该进攻路线将难以突破。尤其是引爆油桶后蔓延长达12秒的火焰，极高的伤害和毒气一样，能有效拖延进攻方的时间。有时候别把这干员想得太复杂了，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可以放3个防弹护盾的干员。只要火山盾用得好，正面可以防弹，失手了还可以引爆拖延敌人。尤其是比赛最后10来秒，直接引爆封住路口，基本让敌人束手无策。但一定注意，别放到火山盾大家都出点游走，很有可能导致进攻方突入点内后，火山盾将成为队友回防的一大阻力。抓钩强袭无法破坏火山盾，因此不能直接用于窗前当陷阱，但可以配合鬼雷引爆火山盾，中招必死。而对于进攻方在小车侦察的时候，把小车跳到了火山盾的油桶前，会让防守方非常愤怒，并且在上下楼板穿射破坏火山盾，有时候会让防守方猝不及防。同时 ，Nomad 如果用得好，在算准七人锤的弹射角度，可以将火山盾变成对付防守方的致命陷阱。一旦激活七人锤，还能让敌人倒地几秒，爆炸和燃烧的火焰让其必死无疑。感谢收看本期的不止游戏，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击关注。我是乔伊，我们下期再见。You want to eat? Sure, but it's your turn to pay. Oh, man. So look, remember this morning when we recovered the stolen artifacts? Those guys might have noticed me. Things got a little heated. Then there was that beautiful moment. Me making my escape. Enemies in hot pursuit. You taking that shot, covering my back, and giving me a boost. Que paja causa. But I lost my wallet and all the excitement. Don't worry. I got you. Ah, just kidding. Hey, Paya. It's on me tonight. Gracias, tía.